的战术发力，而且动作大。我操！注意看，面对已经倒地的日本选手，中国硬汉毫无留情的一脚猛踹他的狗头，究竟发生了什么？居然让中国小伙如此暴怒的想将对手置于死地，那是因为日本选手仗着自持空手道冠军，便在华大寺捞金。在国内大大小小的搏击赛事中，几乎都能看到这家伙活跃的身影。赚钱也没什么，毕竟每一分钱都是靠挨揍挨过来的。靠着超厚的脸皮和金刚不坏的身躯，几年时间不仅让他赚着盆满钵满，甚至自信心还越发膨胀，居然多次在媒体面前公开侮辱中国功夫和中国选手不堪一击，赚着中国的钱还敢说着中国的坏话。原田显悟这种吃奶骂娘的行为，无疑是已经触碰到了中国勇士的底线。本场比赛，他的对手就是出生于武术世家的王延龙。他8岁开始习武，12岁便在全国各地进行巡演，如今21岁，已经获得了很多全国武术的冠军头衔。至此，作为中国传统武术传承者的王延龙，面对小日本的嚣张挑衅，自然不会坐视不管，当即发誓必须要狠狠地暴揍日本狂人，用行动让中国功夫在全世界发扬光大。话就不多说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白色短裤是中国选手王延龙，黑色短裤则是日本冠军原田显悟。近几年来，跑来中国打比赛的日本选手有很多，但原田显悟绝对是其中最欠揍的那一个。仗着一个小小的冠军头衔，居然就敢在中国的地盘上耀武扬威，甚至还由于过于膨胀，竟在媒体面前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既然他认为中国功夫和中国选手不堪一击，那王延龙绝对会用实力教他做人的道理。此时王延龙的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非常强烈，连续的步伐压制和虚晃的拳头试探，也是完全不给对手一点反应的时间。等回过神来，那迎接他的必定是一波接着一波的猛攻，爆发力很强。而且我们发现王延龙可以左右架互换，哇，这个大的抡板啊，直接抡在了原田显悟防守这个手臂上，但力量很大。而且呢，王延龙其实也是一位功夫明星，也是动作演员，所以他在这个动作层面上啊，不仅仅有自己的技术，而且注重了其美就观赏性。是的啊，我们看他的动作，转身动作这种非常夸张的动作运用的也比较多，非常漂亮的动作。当然我们知道原田显悟啊，其实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前日本。王延龙不仅是中国传统武术的代表人物，更是一名家喻户晓的影视演员。所以他对招式的运用与熟练程度绝对可以超过一般的职业选手。然而来华捞金的原田显悟可不管站在自己眼前的何方神圣，在他眼中只要踏上擂台，那银行卡中的数字也会随之增加。在中国打了这么多年比赛，还能完好无损的活蹦乱跳，这也是日本选手为什么看不起中国功夫的关键原因。然而凭借超强的抗击打能力，肆无忌惮的他今天却招惹到了不该惹的人。只要时机成熟，那王延龙必定会用连续的拳脚组合招呼对手。但这个效果还是结结实实打在王延龙这个腿上的。Stop! Stop! 赛。王延龙一定要注意保持自己体能以及节奏的分配啊。Stop! 赛。第二局比赛开始。王延龙在台上啊，就好像自己一个人的表演一样啊，动作的这个幅度很大，而且经常会做出一些很炫的动作。Stop! Stop! Stop! 比赛进行到这里，原田显悟已经完全沦为了擂台上抗揍的人肉沙袋。反观一直在猛打猛冲的王延龙，不是在进攻就是进攻的路上，大开大合的炫酷招式与真真实实的拳法试探，也是打得原田显悟一愣一愣的。不过这家伙毕竟曾连续获得过3届日本的空手道冠军，所以在实力这一块也是绝对的不容小觑。面对王延龙的突发猛攻，不仅能打出防守反击，甚至还能在间隙中打出主动进攻。不过这可是在中国的擂台上进行的一场比赛，面对原田显悟这种墙头草，王延龙绝对不会让他抢了中国功夫的风头。的一种能量啊，那王延龙因为哇，双方再一次近身冲撞的时候，王延龙的这个脑袋啊撞到了原田显悟的眼角啊。但是我们看王延龙的眉弓的位置好像也有一些出血的情况。应该算是我觉得头额上面。因为我们这个距离啊看的不是特别清楚。这次轮到场下的医务啊，对王延龙做一些处理。双方的碰撞还是明明是原田显悟这家伙一直用嘴来撞王延龙的额头，
结果硬碰硬拼不过就找裁判来恶人先告状。就算王彦龙是无意之举，然而裁判为了比赛的公平性，也依然对他进行了口头警告。看来原田显悟还是不知道惹怒了中国勇士会有怎么样的下场。不过就算这样，王彦龙也并不会因为对手的小把戏而降低进攻攻势。从登上擂台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有打算让对手活着走下去，甚至为了彻底惩治这个捞金怪，还自掏腰包提前为他买好了机票。毕竟比赛结束以后，原田显悟的心脏还跳不跳都是一个未知数。龙那个腾空的转身后摆腿，真的是力量很大啊，非常危险。Fight! Fight! 白龙现在发力每一次动作啊，幅度都很大，而且这个动作的运行的轨迹啊，路线也很长，所以会出现一个动作发力完整之后，双方因为身体的惯性会冲撞在一起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对于王彦龙和原田显悟来说，一定要注意双方身体。拿到了大比分优势的王彦龙，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比赛的节奏。此时即使到了比赛的最后，他也依然能施展各种传统招式来追着对手暴揍。不过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大幅度的动作在威慑力十足的同时，也非常的耗费体能。所以这就要求王彦龙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要更加注重精准打击才行。毕竟被追着暴揍了2个多回合的原田显悟依然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坚持比赛。虽然这家伙是靠挨揍赚钱的，但再怎么说也是日本的空手道冠军，在实力这一块还是有2把刷子的。Fight! 这个有点像我们传统武术当中的这个低扫啊。Fight! 刚才那拳只是破坏了一下重心，并没有让对方有这个就是给对手重击的这种打击。Fight! 原田显悟打出的乱拳不仅不会对王彦龙造成一点伤害，甚至还会吃到他精准有力的防守反击。反观王彦龙施展的每一次进攻，则在快准狠的同时，还完全不给对手一点反应的时间。如果不是因为日本这家伙比较抗揍，那说不定早就已经彻底躺尸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原田显悟只会挨到越来越多的打，留给他逆风翻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还是拿不出来真本领，那比赛结束，比赛可能还要自己倒贴医疗费。对于爱财如命的原田显悟来说，让自己出钱还不如要了他的命。所以接下来将会上演一出狗急跳墙的戏码。哇，王彦龙再次的，这是一个地躺的一个扫法啊。Fight! 今天看了，但是这种技术在我们自由搏击比赛当中是不被计入这个评判的标准的，可以作为一种扫踢的破坏对手平衡的一个技法。Fight! Push! Stop! 双方纠缠到了一起。最终，王彦龙成功以巨大的点数优势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大家觉得中国选手王彦龙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